小姐，小姐，来了。主子，王爷这剑练的杀气好重啊！还不都是因为林若锦那个坏女人？等她入了府，本夫人一定让她好看。锦儿嫁入王府，不知是福还是祸，一定要照顾好自己。哭什么哭？这种丑女能嫁给王爷，是烧了8辈子的高香。赶快上轿吧，别耽误了成亲。婚房的东西准备好了吗？王爷放心，按照您的吩咐，一切都准备妥当了。林若锦厚颜无耻，为嫁入我楚王府不择手段。今天，本王就让她颜面扫地。新娘子到！哎呀，这林家二小姐长得非常吓人，楚王为什么愿意娶她呀？听说那晚楚王喝醉了，最后生米煮成熟饭。皇上赐婚不好违抗，先把流程走了，回头再和离就是了。新郎官到！新郎官到了，让一让啊！新郎官到了！丑女加公鸡，门当户对新娘子，拜堂成亲吧！这太欺负人了，小姐，咱不嫁了，回去吧。我林若锦今日奉旨成婚，嫁的乃是楚王殿下。纵使这一身鸡毛红冠，但谁与我拜堂，谁就是楚王殿下。今天呢，是我们的大喜之日，在座的各位，谁擅长丹青啊？不妨为我二人作画一幅，我赏黄金10两。然后呢，我就把这幅画作贴遍京城，要让全天下的人都看出我们楚王殿下的英姿。如果这楚王殿下是公鸡，那这当今皇上又是什么？你知道吗？你呢？这个坏女人！放肆！口无遮拦，目无尊长，你好大的胆子！我只是就事论事罢了。倒是王爷你用一只公鸡跟我拜堂，到底是在羞辱我，还是在羞辱皇上？这个坏女人！牙尖嘴利，去把她的面巾撕掉！我要让她当众出丑。像你这样的女人，怪不得人人厌弃。王爷倒是仪表堂堂，但这般行事，不也是金玉其外，败絮其中吗？你。小姐，你的脸好了。真不能相信啊！这般容颜，完全配得上我们楚王殿下，还搞什么公鸡拜堂啊？怎么会这样啊？没想到你的脸居然恢复了，这一切都是你苦心安排的吗？这是你的王府，应该说今天这一切都是王爷你安排的。还有这个婢女，不也是你们王府的吗？没有，王爷，我真的没站稳。我知道你不愿意娶我，我也不愿意嫁你。可既然皇上都已经赐婚了，这该走的流程是不是得走完啊？大不了走我和离呗。和离啊？你以为本王会信你的鬼话吗？王爷，你今天要是敢违抗圣旨，那我林若锦敬你这条好汉。王爷，大庭广众之下，不能抗旨啊。拜堂。一拜天地，二拜高堂，
夫妻对拜。放心，本王早晚有一天休了你。求之不得。好一个林若锦，我还真是小瞧她了。幸好王爷今晚不会跟这个坏女人洞房。主子，听闻这林若锦一直懦弱可欺，任人揉捏，怎么现在像变了一个人？我管她变成什么样子，我都要让她知道，在这个楚王府，谁说了算？姐姐，不好意思啊，这府里的椅子都拿去修了，就剩下这一把，这早膳只能委屈姐姐站着吃了。小姐，您才是正妃，她只是个妾室，哪有您站着她坐着的道理啊？没事儿。唉，什么正的妾的，本来我也不想做这个王妃的，到时候该离就离了。这个凳子啊，就让她去坐吧，大不了咱们拿些东西回去吃啊。姐姐，真不好意思，我手滑了。这早膳，要不你趴地上吃吧？你分明就是故意的，你凭什么弄翻我家小姐的早膳？你个贱婢，有你这么跟我说话的吗？怎么样，姐姐，你这个下人没规没矩的，我替你教训一下，你不会介意吧？当然不会。不过接下来，我希望你也别介意。王爷救我！王爷！嗨，猫呢啊？王爷！他说什么？什么猫？谁给你的胆子敢在我楚王府打人？他一个妾室，我打就打了。我可是皇上钦定的楚王妃，他柳依依刚才对我不敬，我教训他一下，有什么问题吗？别以为你有圣旨就可以高枕无忧，总有一天，本王定会休了你。好啊，那王爷加油，妾身拭目以待。你。饱了，小猪，咱们走。是。林若锦这个坏女人，我一定不会跟她善罢甘休的。主子，那你接下来打算怎么办？怎么办？那姑奶奶就给她来点狠的。动手啊！啊！废物，用点劲儿！林若锦，我要让你在这个王府彻底待不下去。小猪，这个是什么呀？王妃，王爷传您去书房。他找我干什么呀？萧夜寒，你找我干嘛？
哇，这萧夜寒还有这么多医书呢。这要是我们两个和离了，应该算是夫妻共同财产。我带走几本，应该也不算过分吧。林若锦，你好大的胆子！哎呀，这不是许副将的战甲吗？当年许副将为了救王爷，战死沙场，尸骨无存，只留下这副战甲。王爷视为珍宝，从来都不准别人碰的。柳依依，你当真以为本王不敢动你？我来到这儿的时候，他就已经这样了，不是我弄的。人赃并获，你还敢狡辩？本王只是不愿与你洞房而已。没想到你用这种卑鄙的手段报复我，本王还真是低估了你。我前脚刚到这儿，后脚你们就来了。是你告诉他的吧？这么低劣的栽赃手段，也只有傻子才会相信。你冤枉啊！王爷，妾身对王爷之心天地可见，又怎会做出此等丧心病狂的事呢？啊，倒是姐姐，她一向诡计多端的，先是给王爷下药，又在喜堂上公然羞辱王爷您，现在她还污蔑妾身。王爷，您可要替妾身做主啊！不知悔改，冥顽不灵。来人，把这个女人给我关进柴房，不批完柴房所有柴，谁都不许放她出来。萧夜寒，萧夜寒，我真想给他做一个脑部切片，看看他脑子里面到底长的是什么东西。哎呀，姐姐，你这被关在这破柴房的滋味儿怎么样呀？妾身怕你寂寞，特意来陪你说说话。九哥，你看，就是这个恶女人，她毁了你爹的战甲。你这个坏女人，竟敢弄坏我爹的战甲，看我不打死你！你这个小孩，到了你这个年纪，该懂的都该懂。你该擦亮你这个小眼睛，好好看一看，到底谁是好人，谁才是坏人。这九哥可是许副将的遗孤，王爷收养他之后视若亲生，他在王爷心中的位置啊，可比你高多了，是你能教训的。九哥啊，等会儿见到王爷，知道该怎么说吧？我要告诉义父，王妃是天底下最坏的女人，让义父赶紧把她给休了。利用一个这么天真可爱的小孩来争宠，你良心不痛啊？哎，那又如何？跟我斗，你差远了。九哥，你怎么了？不好了，九哥好像被糖葫芦卡住了。卡住了，这怎么办呀？要不用水给他冲下去？不行，不能灌去水，这个要了他的命的。你干什么呀你？你起来！伊乌卡豪如果不及时治疗的话，窒息的。松开我！来人，把这个恶女人给我按住！松开我！按！我说不能灌水，松开！松开！九哥，起来！伊乌卡豪的黄金抢救时间只有5到15分钟。你干什么？等你们找到大夫了，黄花菜早就已经凉了，别碰我！这搞的什么东西啊？到底？这叫海姆立克急救法，是通过给腹部施压，挤压到胸部，再让气管里面的异物排出。我告诉你啊，你要是再搞这些乱七八糟的，九哥他有个什么3长2短，你就等着负全责吧。王爷，您赶紧去看看吧，王妃她要把九哥弄死了。什么？林若锦，你找死！王爷，九哥他没气了，他死了。
让开！阿九，阿九！毒妇，连孩子都不放过！姐姐，我知道九哥他因为盔甲的事情顶撞了你，可是他毕竟是个孩子呀，你就算再生气，也不能对他下此毒手啊！我今日要你以命偿命！你走开！我能救他，我能救他，他还有救。姐姐，你这是干什么呀？九哥他都已经被你害死了，你居然连他的尸体都不放过！你这样，你对得起王爷，你对得起徐副将的在天之灵吗？火冲，把这个女人给我拖下去，往死里打！是。走。萧远寒，我明明是在救人，你简直就是有眼无珠！事到如今还敢狡辩？继续打，用力！诈尸了！给我打，死里打！诈尸了！阿九，义父，阿九好害怕，阿九差点永远见不到您了。到底怎么回事？跟义父说说。刚刚柳姨娘给我吃了一个糖葫芦，我被噎住了，然后柳姨娘又叫人在我嘴巴里灌了好多水，后来我越来越难受，就动不了了。柳氏，王爷，妾身只是想用水把九哥的糖葫芦冲出来，绝对没有要害他的意思啊！无用蠢妇！阿九，然后呢？然后不知道是谁在我肚子上按了好久，糖葫芦被按出来了，再然后我就晕过去了。没事，我们现在没事了啊！来人，把阿九抱下去，让大夫给他好好检查一下。是。柳氏胡乱施救，险些害了阿九性命，禁足半月，再罚他1年月令。是。王爷还打吗？还不赶快把王妃送回房去？是。我讨厌这该死的封建社会，一言不合就打板子，简直是没有人性。等，这王爷下手也太重了。该死的小野汉，你让他给我，我轻点，轻点。小野汉，你这个人还有没有点礼貌啊？进别人房间你不知道先敲门啊？整个王府都是本王的，何须敲门？宫中御赐的金疮药，本王赏你的。要不是看在你救了阿九的份上，你就算死，也不关本王的事。王爷还真是猴子学走路，假惺惺。你挨板子的时候为何不辩白？你耳朵聋啊？我说了那么多遍，你信吗？你心里面不都一直认为我是心思恶毒吗？无论我说什么做什么，你不都一直觉得我是居心叵测吗？当初你还给本王下过药。一码归一码，反正许福将战甲被毁一事与我无关，你爱信不信。可笑，你以为本王是无知小儿，任你欺骗吗？行啊，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信，那咱俩也别在这扯有的没的了，干脆离了算了。林若锦，你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在想什么，欲擒故纵这套对本王无效。普信男，从古至今走到哪里都有普信男。王爷，查证过了，战甲上的脚印果然是柳侧妃的。把柳氏的1日3餐改为1餐，再罚他抄100遍女妾。那王妃那边，本王向来是非分明，对就是对，错就是错，哪怕像她这种女人，也不破例。想个法子补偿一下便是了。王妃明日回门省亲，
肯定会求王爷陪同一道，不如王爷给个面子，开个恩。哼，便宜他了。这脸上的毒算是解了，可这下毒之人还没找出来呀。我倒要看看，到底是谁搞的鬼。小姐，该出发了。这是您让我找人打造的东西。这些都是干什么的呀？这个可全都是我吃饭的家伙。你跪下，我要骑大马。小宝乖，待会儿再骑，咱们先迎接王爷啊！已经日上3竿了，那个女人还没起床吗？明知今日回门还如此懒惰，成何体统？王妃她1个时辰前就独自出发了。哼，算得还有些自知之明，知道本王不会同她回去。王爷，您昨天不是还说要给她一个面子吗？你听错了。不会啊，王爷，昨天属下听得清清楚楚，绝对不会错的。从今日起，你的1日3餐也改为1餐。我娘，姐儿，姐儿，你的脸好了，太好了，妹妹的脸好了，在楚王府想必更得楚王宠爱了吧？哎，王爷呢？我没叫他，自己回来的。说的好听，我看你是被王爷厌弃，不愿意陪你回门吧？要不是皇上赐婚，王爷又怎会娶她为妻？现在脸好了又怎样？还不是要遭王爷厌弃？我看啊，过不了多久，王爷定会休妻。那我还求之不得呢。废物！本以为能嫁给王爷，为家里添些助力，没想到你竟如此的无用，真是白养你这么多年。哼！怎么，父亲你一直自诩文官清流，到如今沦落到卖女求荣了？早知道当初你怎么不多生他10个8个女儿，全都嫁到宫中？那个时候父亲您可就有滔天的富贵了。你是个义女！老爷，别跟他置气。你少说2句，别再惹你父亲生气啊！哎呀，老爷，你看，姐儿好不容易回家一趟，要不咱先吃饭？哎，老爷，老爷，来，多吃点啊！去了王府几天，都瘦了。哎，小宝，打坏人了！打坏人了！你干什么呢？赶快给我娘道歉！二小姐凶什么凶啊？人家小宝还只是个孩子，你又何必跟个孩子计较呢？就因为还是个孩子，就更应该好好管教。他现在都这么大的年纪了，该懂的事情也该懂了。一味的纵容，只会越来越坏。锦儿，算了算了，不打紧。老爷，咱小宝昨天在马市看中一匹骏马，非要吵着闹着要买，也不贵，才800两银子。买，只要小宝喜欢，就算是天上的星星，老夫也去给他摘下来。谢谢老爷。可是妾身问了账房，说是账上的银子不够呢。你是怎么涨价的？账上这点钱都没有吗？这几年我的那些铺子一直亏损，府里开销又越来越大。姐姐就别在咱大家伙面前哭穷了。你给了你女儿多少嫁妆，你不说，想必在座的各位心里都清楚，是把咱府里这1年的银子都给出去了吧？什么？这是胡闹啊！嫁给这么一个蠢货，要给这么多的嫁妆吗？真不该让你这个商后之女来涨价！有完没完了？
我倒是想问问父亲，你每个月的俸禄是多少？林府整月的开销又是多少？你问这个做什么？看来父亲是不愿意说呀。那我就帮您来算笔账吧。父亲官居4品，在大俸的制度，您每月月银80两，俸米50担，而林府整月的开销高达白银1000两。那么我想问问父亲了，这多出来的银子是从何而来啊？难不成父亲平日里贪赃枉法？胡说八道！老夫一生为官清廉，从未做过贪墨之事。就算是圣上派督察院来查，老夫也丝毫不惧。行，既然是这样，那这多出来的差额到底是从何而来啊？蓝姨娘，你那个官居7品的爹，有事儿没事儿逢年过节就来这里打秋风，那看来他也没什么积蓄吧？没错，府里用的银子都是他的，但我好歹也是正经的官家小姐，他呢，不过是个商户之女。要不是手里有几个臭钱，哪轮得到他做这个当家主母？你既然说我母亲身份低微，还心安理得花他的银子，那你岂不是自甘下贱？你贱人，你敢说我娘下贱？起开！你竟然敢推我！蠢妇，这就是你教出来的东西，满身铜臭，毫无教养，简直跟你是一个模子刻出来的。铜臭！当初要不是我娘出钱供你读书，就你一个穷书生，能一路科考，平步青云。你现在倒是当大官了，对我母亲不但不感恩戴德，反而对她百般羞辱。我倒是想问问父亲您这么多年的圣贤书，难道是读到狗肚子里了？姐儿，快别说了，反了！你个大逆不道的东西，你竟然敢骂老子！看老子今天不打死你！老爷，千万别跟他一般见识啊！今天非要打死他！你敢打？我是楚王妃，你敢打我，就是在打楚王。你拿楚王来吓唬我？你个被他厌弃之人，希望他来替你撑腰吗？我楚王妃的身份是皇上钦定的，上了皇家御牒。父亲若是敢违抗皇令，那就是放着皇家颜面而不顾。你敢吗？哼！站住！父亲您身为礼部郎中，难道不懂得朝廷礼法吗？顶撞王妃，应当如何？老臣刚才多有冲撞，请王妃恕罪。娘，我们走。何必为了我跟你父亲闹？这种日子我早就习惯了。哎呀，娘，你说你既然过得这么不幸福，那你为什么不和离啊？这种话可千万别再说了。女子出嫁从夫，就算有天大的委屈，也只有受着的份儿。可女人也是人啊，那是人就有追求快乐和幸福的权利。什么3从4德呀，全都是封建糟粕。你在王爷面前可千万别再说这样的话。王爷，密谍传信，科举舞弊案有线索了。人在何处？京郊竹林。参将王爷，小人信不辱命，证据到手了。好，辛苦你了。小心！
把法人带走。走。追！母亲，你还记不记得当初我脸上这块红斑到底是怎么来的？当然记得，你14岁那年高烧了3天3夜，差点醒不过来。我当时被吓得6神无主，多亏了你大姐日夜不眠，亲手为你熬药喂药，才把你给救了回来。只可惜，从那之后，你脸上就生出了一大片红斑。母亲，这是府上刚做的糕点，您和妹妹边吃边聊吧。来得正好，我刚刚还在跟简儿说呀，5年前多亏了你，帮她捡回了一条命。母亲跟我何须客气，我亲娘走得早，是母亲亲手把我抚养成人，这份恩情我永远铭记在心。我今日来，其实是来向母亲赔罪的，都怪我没有打理好铺子，害得账上银子短缺，让您被父亲责骂。傻孩子，做生意有挣就有亏，很正常，你不用太过自责。我有一个主意，现在行情不好，若是能变卖掉1半店铺，把钱用来开拓新的业务，母亲觉得如何啊？不妥，这些铺子都是我娘家祖传下来的，积累深厚，不可随意变卖。是我冒失了。我脸上的毒斑是由黑珠草造成的，此物属于狐药，产自西域，珍稀罕见，京城中只有皇家医馆才有售卖。那如果我找到了销售记录，下毒之人不就水落石出了？皇家医馆，霍冲。大夫，快啊！大夫，怎么样了？救不了，剑上有毒，且中箭处靠及心脏，一旦拔剑，必死无疑。老朽实在无能为力。大夫，求求你再试试吧，万一能救活呢？就是大罗金仙来了也没用。是你！松开我！你还跟踪我？谁说我跟踪你？我是来找大夫的，松手！说，谁派你来的？放开我！瞳孔扩散，毒素已经侵入心脉，需要马上手术。我需要救他！毒妇，别以为本王不知道你在想什么。你的命，那本王就先要了你的命。松手！松手！王爷，王爷，你没事吧？王爷，哎，王爷，王爷，毒妇，你对本王做了什么？也没什么，我就是给你扎了一针毒药而已，先是四肢麻痹，如果不及时服用解药的话，你就会全身溃烂而死。哎，你松开，松开！你竟敢给我家王爷使用毒药！
赶紧把解药交出来！想要解药，那你就按照我说的去做。过来帮忙，快来！住手！你给我住手！到。林若锦，本王叫你住手，你听到了没有？镊子，杜甫，住手！再折磨他，本王就把你碎尸万段！擦汗，给我擦汗！哦，哎，可以了，这个人吵死了。不许动他！给，把他嘴堵上。你住手！王爷，对不住了。朕。手术很成功，他要不了多久就能醒了。神乎其技，神乎其技呀！姑娘简直是一仙下凡，老朽佩服。别，大夫，您谬赞了，可否借一步说话？好。解药呢？我给他下的只是普通的麻药。再说了，现在药劲儿早就已经过了。起开！王爷，王爷，王爷，没事吧？大夫，你是否记得5年前有没有人买过黑猪草？黑猪草？这黑猪草毒性巨大，价格又昂贵，基本无人问津。倒是5年前，确实有人来医馆买过的。那你还记？是他，李郎，李郎，哎，讨厌。每次都只这么点儿，咱们什么时候才能攒够银子远走高飞啊？这个老女人，说是让我打理铺子，实际上对我防备的很。我要是想拿到钱，可没那么容易。养人鼻息的日子不好过，要我说，干脆把这些铺子全都据为己有。你可有主意？你可真坏！我还有更坏的呢。娘，还是你最懂事。你来干什么？这可没你的位置。这是我攒了几年的提己钱，姨娘拿去给小宝买马吧。哼，无事献殷勤，非奸即盗。姨娘别误会，我只是心疼小宝。如今家中银钱短缺，可怜他小小年纪，也得跟着一起受苦。你还好意思心疼小宝？还不是因为你经营不善，连区区几个铺子都打理不好。姨娘有所不知，这铺子名义上是我在打理，
可实际上全都是大夫人在背地操控。可恨他思想保守，不懂变革，估计要不了多久，铺子就全部被他赔光了。那怎么行？那到时候我们全家不得陪着喝西北风啊？要是姨娘能从母亲手中夺来铺子，再交予我打理，我保证每年能赚到这个数。5000两，5万两，还不赶紧给大小姐赐座，没眼力劲儿的东西！是。12间铺子，总共亏空了10万两。你们两个真是好大的胆子，就不怕掉脑袋啊？二小姐，二小姐饶命啊！这都是大小姐逼我们干的。我问你，5年前的这一夜去哪儿了？哎呦，二小姐，小人真的不知道啊！这账册平日都是大小姐亲自保管。你想不想要一个戴罪立功的机会？请二小姐明示。你把大家都喊来，到底打的是什么主意？大家应该都知道，这些年我娘的铺子呢，年年亏损，导致府里面的月银亏少，入不敷出。你还有脸说这个？你看看咱们家现在过的都是什么日子，连匹小宝喜欢的马都买不起。既然姐姐不善经营，那就应该把铺子的管理权交出来，交给更有能力的人去管理。老爷，若是把这些铺子交给妾身管理，我保证每年能进账3万两。真的？那当然。好，你赶紧把手中的铺子交给兰儿。这些全都是我娘的陪嫁，凭什么让她交？嫁鸡随鸡，嫁狗随狗。姐姐既然已经嫁进了林家，那就是咱们林家的人，这些铺子自然也都是林家的铺子。说的没错。你今天若不把铺子交出来，我非休了你不可。母亲，既然都已经到了这个份上了，您就把铺子交出来吧。心儿，你真是好一出逼宫大戏呀！我还真是小看你了。林锦仙，你可知罪？你什么意思啊？带进来。你这到底是要做什么？我彻查了铺子里面所有的账目，其实这些铺子啊，年年都有盈利。那为什么账上还没钱啊？问得好。因为我们这一群人里面啊，有一个蛀虫，贪了足足10万两啊！10万两？掌柜的，你来说说。是大小姐，她仗着夫人信任，从不查账，明里暗里从铺子里支银子。她还威胁小人，要是敢说出去，就杀光小人全家。你胡说，我没有！肯定是你贪污了这些银子，还妄想栽赃陷害于我。小人所说句句属实，若有半句虚假，愿天打雷劈。哎！我看你这次还有什么话可说？心儿，这是真的吗？是你们母女2个人合起伙来污蔑我。我就知道你不会承认。行，那咱们就说说5年前你害我脸毁容之事。什么？5年前我根本就不是因为发烧才毁容，是因为他给我下了黑猪草之毒。我没有。锦儿，你会不会是弄错了？小朱，带人进来。这位是皇家医馆的刘大夫，黑猪草只有在皇家医馆才能买得到。刘掌柜，你一定记得买药之人吧？是的，老朽记得，买药之人，左手手腕处有一颗红痣。可否是这个？就是他。不是我根本没有买过什么黑猪草，肯定是你污蔑我贪污不成，还想诬陷我下毒。掌柜，
黑猪草多少钱一条？500两整。谢谢，二位可以请回了。巧了，5年前的5月17日，你恰好从铺子里支出了500两。这件事情，该不会是巧合吧？你胡说，我没有。你有什么证据啊？白纸黑字写的清清楚楚，你还想怎么狡辩？不可能，这账册是假的。你怎么知道它是假的？真的那夜已经被我死。你承认了？大家听到了，他自己承认了，所有的事情，全部都是他做的。简儿可是你的亲妹妹啊，你怎可下毒害她？这5年来，她过得如此痛苦，你难道就不内疚吗？我凭什么内疚啊？她只痛苦了5年，我呢？自从我娘死后，我没有一天是不痛苦。凭什么？凭什么她有钱又有颜，还有亲娘疼爱，而我却什么都没有？是啊，我就是嫉妒她，我就是要为了她。走开！这么多年，我对你视如己出，只要有简儿的，就绝对不会少了你那份儿，你何苦还不满足？你少假惺惺了！你以为我不知道？你对我好，都是为了你那个贤良的名声。对我，何曾有过半分真心？什么视如己出？我呸！我娘若不是真心待你，怎会把铺子交给你打理，让你贪了这么多的钱？你就是一个忘恩负义的坏东西！下毒之事我就不追究你了，赶紧把贪污的银子给我还回来！银子早就被我藏起来了。我告诉你，就算我死，也不会让你们得到1分。你，进来！放开我！放开我！你们什么人？凭什么抓我？李郎，放开！大姐，你贪污的那些银子，是不是都给你这位情郎花了？什么？情郎？你这个不知廉耻的东西！我晚点再教训你！畜生！把我家的银子还回来！银子？什么银子？我不知道你在说什么。不承认是吧？来人，给我狠狠的打，打到他承认为止！哎，你们可动我！我家主子不会放过你们的！给我打！我看谁敢动手！下官参见世子。凌大人一个区4品文官，好大的威风啊！竟敢对本世子的人滥用私刑。下官真不知道这位公子是世子您的人。错了，他只不过是本世子的一条狗，但即便他是本世子的狗，你也惹不起。世子教训的是没用的东西，连这些下三滥都对付不了，还不赶紧起来！哎，世子，他偷了我家10万两银子啊！是这个女人自愿赠予我的，她送我银子，我陪她睡觉，多公平！你说什么？听到没有？这银子是你女儿睡男人的嫖资，岂还有要回去的道理？站住！堂堂世子，指使自家邻人诱奸闺阁少女，诈骗巨额钱财，这已经触犯到大奉律法了吧？我当是谁呀？原来是跟公鸡拜堂的楚王妃。我爹是堂堂的中永侯，就凭你一个有名无实的王妃，能奈我何？世子好大的威风啊！参见楚王殿下。
情的小妾瞧不起自己母亲，绝对不忍站起来就骂。你既然说我母亲身份地位还心安理得花他的银子，那你岂不是自甘下贱？面对王爷，想到曾在婚嫁时被嫌弃丑，而现在用医术治好外貌才换来些许尊严，也是心有不甘。在王爷对他恶语相向时，暴躁回击：不是你休了，而是我休了你。不懂得珍惜，只会围着心机挑战。阴险狡诈，居然是他！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，大女主就是暴脾气。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信，而且离了算了。看得观众们拍桌子直呼爽啦！就这个大女主手。现代女医生穿到古代成丑女王妃，第一步当然是改头换面治好自己。王爷不听话，给她扎一针就好了。被妹妹刻薄对待，女主直接当场报仇，针扎的妹妹没法动。宴会上被绿茶要求现场作诗：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直接背了100首诗，震惊朝堂。不仅被夸到好诗啊，好诗，好诗，还会把赢来的钱捐给学堂。楚王替她解围后，以为女主会服软，没想到现在你我两清，不要妄想以后本王会对你加以私。你以为你自己是什么香饽饽呀？谁都得往你身上贴。面对楚王时，被男主误会。锦衣风华，看得我乳腺通畅，简直不要太爽。当现代女一穿越成楚王妃，遇上冷面霸道的男主楚王爷，没想到女主一举一动都踩在我的爽点上，整只绿茶丫鬟绝不手软。拍个妾室，我打就打了，甚至被楚王拦着救人，女主也不浪费时间解释，上去就是一针。被男主误会后，女主直接丢给对方一纸休书，而是我休了你。好解气的剧情，就爱看这种暴脾气女主。果然，朝堂作诗的情节每次都能把我爽到。前有范闲大殿作诗，在线反驳大臣口中梦里只背1首诗；现有锦衣风华里从现代穿到古代的女主林若锦，打赌作诗背了100首诗惊呆众人。白日依山尽，黄河入海流。结识了心狠手。香蜜沉沉烬如霜，一部起初因片名太长不被看好，后因演技在线改编精良，而逆袭18年暑假档的黑马玄幻剧。当年看这部剧的人，有的因为主角演技炸裂，有的因为沉溺于小鱼仙官的颜值，而我不是重点。女主锦觅本是花神之女，但因花神为情所困，不想女儿重蹈覆辙，于是使用允丹让锦觅断情绝爱。待我去后，切莫立他为花神，做个逍遥散仙，便是极好。花神死后，花界方主隐瞒了锦觅的身世，一直将她禁在水镜里，不能出去，以至于几百年来，锦觅一直以为自己是一个果子精，直到遇到一只烧焦的鸟儿。我看到一朵鸟，是一只鸟，是一只一只的。啊，它的花和叶子好硬啊，那是它的羽毛。300年灵力，100年灵力的大王种，甚至因为贪恋灵力而吃了朱雀卵，因为只有提高自己的修为，才能救活自己的朋友肉肉。你这小妖，本身体质阴寒，只宜水养，竟不自量食了我灵鸟朱雀之卵。人家是葡萄吗？人家生在土里，人家不是生在水里。人家以为朱雀是猪的亲戚，没想到是火的亲戚。都不辞职。阿凤，让爷好好等等你吧。你就算是叫也没有用的。阿凤，你就从了爷吧。但须
举都指向了旭凤。因为需要守孝，锦觅和润玉的婚期延后了3年。守孝结束，锦觅见了旭凤，结了一绺头发，让旭凤放在内丹京原处。婚礼上是润玉预谋的叛变，旭凤与润玉交战，当琉璃禁火的光辉闪烁，锦觅想起了被杀害的父亲、风神和母亲，拿起了水神用半生修为给他打造的兵器，刺中了旭凤的内丹经原处。旭凤魂魄消散后，锦觅的云丹终于从口中吐出，恢复了情爱。因为悲伤过度昏了过去，天帝因为悲愤过度自毁元神，润玉便顺理成章地成了天帝。锦觅苏醒后，领悟了自己对旭凤的爱，不停地去忘川找寻他的影踪，知道旭凤还留有一丝魂魄在世间，便去找太上老君求取丹药。为了得到炼制丹药的药引玄穹之光，历经艰险去找献帝力的大哥，甚至用自己的眼中色彩作为交换。从此锦觅眼中只能看到黑白2种颜色，并用自己的身体做容器，承载玄穹之光，导致元气大伤。在魔界，锦觅跟踪穗禾，发现了旭凤尚存一丝的魂魄，喂下丹药，可还没有等到旭凤苏醒，穗禾折返回来，锦觅只能逃走，回到天界。锦觅终于认清了润玉温润如玉表面下内心的阴暗。你利用我不懂情爱之事，诱我说出喜欢你的话，你为的就是让爹爹相信我喜欢你，因为你害怕，你怕爹爹撤销我们的婚约，你因为你害怕失去爹爹强有力的后盾，你想让爹爹跟你一起对付旭凤，对吗？你任由我出入七武宫，你任由旭凤来看我，你为的仅仅是用我拖住他。你送给我野兽是为了监视我，你早就知道爹爹是为谁所杀，而你不光是一个不棋的高手，你更是一个赌徒。大婚那日，你就下了一个赌注，你赌的就是旭凤会闯进来，你赌的就是我会杀了旭凤，对吗？什么蛇啊天君，什么都没有，你只有一个赌注，那个赌注就是我只是你的一个筹码，我只是你的一个筹码而已。你真的太可怕，你是如何做到的？你如此步步为营，分毫不差，你可以让全天你把它放在你的心口，用灵力催动，便可以画出整个春花秋实的美景。朝春暮秋，可以延续1日呢。为什么只有春花秋实？我还想要你的夏赤冬雪呢。画蛇添足，你是火神，便是夏日赤阳，而我呢，便是冬日霜雪啦。如此。传给了自己的侄女，也是心仪旭凤的鸟族首领穗禾。本座已将毕生修为度运，你现有这琉璃净火加持，定要复兴鸟族，助我儿旭凤登上帝位。穗禾飞信约见水神，用琉璃净火杀了水神和他现任妻子风神。信上的字句和旭凤的完全一样，会使用琉璃净火的人，天界就只有凤凰和天后。朝辞白帝彩云间，千里江陵一日还。
还赢了30万两钱，然后把这些钱都捐给了宁华婶的学堂。这一气风发癫子，别说楚王了，谁能不信星野放光？明明是地狱开学，先是被妹妹刻薄针对，又被柳依依陷害，却能反把欺负自己的人拿捏，被冤枉直接反对着男主人休说。从今以后，再也不是我林若姐的夫君。被陷害能立刻反击自证，还自己开医馆，完成了古代外科手术，打脸王爷。这女主人设每一个情节都是高光啊！而且才发现女主还是双世宠妃的静心哎，可以放心追了。看这样的大女主剧真的是爽爆了！现代女医生魂穿苦命的丑女王妃，专治各种不服，上来就暴打新姬女，既然敢勾搭王爷，那就开揍！回到家后，父亲责怪她嫁给王爷，却没给家里带来利益。废物，本以为能嫁给王爷，为家里添些助力，发现自己只是被利用的工具，直接当面开队，沦落到卖女求荣。在吃饭聊天时，父亲的小妾瞧不起自己母亲，绝对不忍，站起来就骂。你既然说我母亲身份地位还心安理得花他的眼的，那你岂不是自甘下贱？面对王爷，想到曾在婚嫁时被嫌弃丑，而现在用医术治好外貌，才换来些许尊严，也是心有不甘。在王爷对他恶语相向时，暴躁回击：不是你休了，而是我休了你。不懂得珍惜，只会围着心机挑战。阴险狡诈，居然是他！这样的男人不要也罢，大女主就是暴脾气。既然我说什么你都不信，而且离了算了。看得观众们拍桌子直呼爽啦！直接对他人休术。王爷，你搞错了，不是你休了我，而是我休了你。读美搞事业，开医馆，医术也是没得说。而且医馆不仅没有高额收费，还开了每月义诊，一直没治好的柿子吃了他给的药，立刻就好了。这么疼啊！看到母亲脸上的红斑，为母亲报仇。通过当初下药的记录，就知道是谁害了母亲。原来都是大姐暗中中饱私囊。女主直接喊管家当面对质，解决了家庭毒瘤。和男主的误会解开后，更是强强联手，至少情商都在线，三观超正的千型大女主，谁能不爱啊？而且女主还演过双世宠妃，冲这颜值的节目必看。甚至女主自己还开了个医馆，美美搞起了事业。绿茶竹马见缝插针，在宴会上为难女主，让她背诗，结果女主怒背100首：飞流直下3000尺，疑是银河落9天。此路不通的绿茶又在男主面前装可怜，陷害女主，结果女主根本不在乎，你爱信不信？气急败坏的绿茶甚至把命案再放到了女主身上，结果被女主轻松化解，不仅解决了瘟疫案，还查出了幕后凶手正是绿茶竹马，还做到了让男主反过来求她原谅。就这个一心搞事业的大女主爽，红锦衣风华的女